不管是以西结还是约翰，他们这个都是这样一个过程，就是先甜后苦。那为什么会这样的一种现象呢？为什么是先是甜的？那甜是甜在哪里？就是甜在嘴里边，是吧？就是人吃进去的时候，感觉是很甜的。为什么甜呢？因为神的话本来就是很这个美好的、很甘甜的。这个圣经里边、旧约里边很多关于这方面，是吧？诗篇19章第7节说：“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；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；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；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”看这个话非常的美好，是吧？对神的话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，最终就告诉我们，神的话是比金子宝贵的，比蜜还甘甜的。那在诗篇119篇103节也说：“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”看，神的话就是给我们这种美好的享受的，就是像蜜那样甘甜的。当我们读的话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体验到神的话语的甘甜，那说明我们没有真正读进去，没有真正的领受。神的话就是能够带着给人喜乐的这种享受的。但是呢，为什么到了这个肚子里边变苦了呢？因为神的话带着这种责备，指正人的罪恶。我们如果看旧约的先知们，那我今天忽然有一个感动啊，我就特别的对旧约的先知几位先知，就是写圣经的先知，以西结、耶利米，这个就这2位吧。当然，以赛亚也是很苦的，最后被杀了，是吧？但是从圣经当中，我们看这2位先知以西结和耶利米，一个是流泪的先知，一个是在旧约当中唯一的被称为人子的先知以西结。我们又看以西结经历的那些苦，吃这个开始用人粪，后来用牛粪代替，烘烤的这个饼，然后呢被捆着40天朝一个方向不能动，都是人难以想象的这种煎熬，这种痛苦太多了。这些呢还只是身体的痛苦，那心灵的这种煎熬呢？以西结、耶利米这2位先知，我们如果看耶利米先知、耶利米哀歌，我就可以想象到耶利米他的这一生啊，都活在这种极度的痛苦、悲伤、难过当中的，看到人的这种败坏，这种民族的这种衰败，人的这种堕落、离弃神，这种悖逆，是吧？我们看圣经里边对以西结、耶利米他们一生的这种描述，可以说，哎呀，做神的先知太苦了，太苦了。所以说这些的苦，看到圣经、读圣经这些信息的时候，就是在我们在消化、在吸收神的话的时候，看到人类这种罪，看到这种不义，看到这种末日的这种患难，人的这种痛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会不会难过呢？当然会的，是吧？这里边说的肚子发苦，其实就是心，就是人的心里边的苦、悲痛、伤感。但是呢，这个东西，这个书卷吃到是肚子里面去的，是吧？当然，用肚子就是代表人的内心的。另外一个就是跟大家讲了，就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，不管是旧约的先知，还是新约的，我们看保罗是吧？他的一生也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。表面上看他的经历了很多肉身的痛苦，被鞭打呀，被石头打呀，那最大的痛苦其实还是他的心的痛苦，被同族的人，这个诽谤是吧？逼迫，甚至教会的人对他排斥，
对他这个造谣重伤打击，这个不认他，质疑他的身份。所以现在在教会里边做传道人不容易。前几天我参加我们神学院的这些的毕业生，我们一个团契，来的人不多，10来个人，有老师有学生，就聊起来最近我们这些同学好几个得癌症的。然后我看他们因为我们见面不多的，有的几年都没见面了，和前几年比起来都衰老了很多，有的看起来很消瘦。分享我们这些服侍的经历吧，都是有很多的话，很多的苦，所以我们都讲，我们应该多在一起团契，互相的要鼓舞，互相的要打气、鼓励。真的服侍神不容易啊！神的工人、旧约的先知、新约的使徒，包括现在的教会的牧者，挺不容易的。最近呢，我也是比较软弱，最近都没怎么拍视频。我们做牧师的其实也是人，也是血肉之躯，是吧？也有自己的软弱的地方，也需要弟兄姊妹们用祷告来支持，来拖住我们。所以肚子里面会发苦的，神的话在我们里边会让我们苦。这个苦一方面是感受对这个世界的败坏的一种无助，另外一个苦呢就是不理解，被人误解，